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在解决了许多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随着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心理疾病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随之就产生了心理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理论，像是著名的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都是开创了自己的心理学流派大师。为了解决许多心理问题，弗洛伊德就提出了一种叫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一种深度心理治疗形式，它源于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情感、痛苦的心理根源。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有心理学家发现，心理动力学并不怎么靠谱，有时候甚至还有点坑人。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新规矩，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我们知道，人类的利他行为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会照顾生病的其他同类，为他人着想，也就是用心去体会、倾听、理解别人的世界。古时候，人们会找长辈、萨满、神父聊聊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和烦恼，希望从中找到点人生意义、心灵慰藉或者快乐。而现在这些角色换成了心理治疗师，从弗洛伊德开始，有人就试图把这门手艺包装成一门科学，但说实话，它真没多少科学性可言。帮别人理清思绪这事，说白了既难受又费劲，因为人的想法随时都在变，你得不断调整自己才能跟得上。这其实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科学。想要做好，光靠书本上那些各种理论可不行。就像你光记得数学中的各种公式，但如果你不会用、不会解，那完全毫无用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死记硬背。要想融会贯通，你得拥有足够的经验、理解、智慧以及广博的知识储备。在心理学中，甚至你还得有点人生阅历。一般一个称为优秀的心理治疗师，那他一定是拥有许多的治疗经验，见过许多的心理疾病，读过几百本关于哲学、艺术、科学的书，甚至连言情小说都不放过。有的甚至还体验过不同的宗教信仰，搞过政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知识储备庞大的心理学家有多厉害呢？他可以根据你的动作、穿着，甚至都不需要和你交谈，就能看出你的性格、三观，再问你一些特定的心理导向问题，就能很容易的清楚你的心理问题。大家可别小看心理问题所带来危害。一个人的行为是很容易受到潜意识心理控制的。就比如大家很熟知的抑郁症，一般人很难理解重度抑郁的人为什么要轻生，这就是心理问题所带来的行为影响。像什么精神分裂、人格障碍、食物障碍都是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法律层面对拥有精神疾病的人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规定，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像美国就会定期的对军人、警察、医生、老师等很多职业进行心理咨询，尤其是那些接触暴力比较多的职业，就是害怕精神疾病让他们失控，造成更大的危害。一位名叫尼克拉斯·瑟宁的心理治疗师，拥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就认为很多心理学理论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一开始，他跟很多心理治疗师一样，希望帮别人找到精神痛苦的根源，让他们活得更轻松，甚至他还专门去学了儿童心理治疗，想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毕竟很多心理创伤似乎都能追溯到童年。期间他写过很多论文，也学了一堆关于心理学的理论，但随着接触到的患者越来越多之后，他觉得之前学的很多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像觉察能治百病，或者治愈童年创伤就能解放自己，这样的理论应该更新换代了。进化生物学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尤其是鲁伯特·普罗明在2018年出版的《蓝图》这本书，汇总了大量双胞胎的研究数据，涵盖多个国家几十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很惊人。童年经历和父母的养育方式对一个人的性格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大部分人都觉得孩子的性格成长绝大多数取决于家庭环境，
于是他又重新读了驻地斯里奇哈里斯的独一无二。哈里斯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像一个进化出来的工具箱，里面装满了各种适应环境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组合成了独特的个性。要总结的话，行为遗传学的第二定律最能说明问题：基因对人的影响比家庭环境大得多。起初瑟琳本能地抗拒这种观点，他就试图找出这些研究的漏洞。但如果不刻意选择性忽视数据，而是面对事实的话，就会发现同卵双胞胎即便在完全不同的家庭长大，性格依然很相似。养兄养姐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性格却千差万别。发展心理学杂志上的这些研究直接颠覆了心理学家过去所信仰的心理动力学理论。这意味着，不管你成长于充满爱的家庭，还是在冷漠的环境里长大，不管家里穷的叮当响还是富的流油，对你的性格影响其实都很有限。如果你学过心理治疗，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结论简直是对你所学的一记响亮耳光。事实上，心理治疗界一直在用有色眼镜看待过去。人的记忆并不可靠，它会随着当前的心境而改变。比如，当你情绪低落时，回忆里的童年就变得灰暗、缺爱、充满苦难。但如果你是个乐观的人，童年回忆可能又是温暖、美好的。这在很多回忆录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一个家庭里的回忆录，虽然描述的是同一个家庭，但每个人的视角和回忆却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那些长期追踪的研究发现，童年的不良经历 ACS 与成年后的心理疾病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唯一有显著联系的是，成年后心理出问题的人更容易回忆起一个糟糕的童年。听起来是不是和创伤理论格格不入？但事实就是，童年不良经历并不会直接导致心理疾病。相反，成年后心理状态不佳的人更容易回忆起悲惨的童年。当然，确实有极少数情况下，某些极端的童年创伤会造成严重影响。但即便如此，同样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长大后发展出来的心理状态也可能截然不同。很多人看到这肯定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别急，我们接着往下聊。首先，我们要知道，靠直觉和情感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往往会掉进思维误区。科学不在乎我们喜不喜欢它的结论，它只关心证据，而证据已经摆在这里。可能心理医生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大部分其实只是浪费时间，甚至有时候还会对人造成伤害。换个角度想，关心别人的痛苦和重新审视我们的痛苦起因与解决方案的理解，其实并不矛盾。也许大多数心理治疗培训在探讨人为什么会痛苦这个问题时，从一开始就走了偏路。毕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痛苦的成因和解法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同样关心如何帮助别人，只不过方法截然不同。为了真正帮助那些受苦的人，我们得好好思考，人到底为何会痛苦。弗洛伊德和那些热衷创伤理论的专家，比如马泰·加博尔都，宣称人的性格和痛苦都源自童年的待遇。听上去似乎有几分道理，但实际上这观点很可能拥有根本性的错误。如果真如此，那么现在用的那些疗法不仅无效，反而还可能害人。放眼全球，从尼日利亚到马来西亚，再到50多年前的西方，很多文化都把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不赋予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学习，真正决定痛苦根源的，更多在于我们当下如何与世界相处，以及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今，西方不少人依然坚信痛苦源于童年的新理论，把它当作万金油，甚至认为这理论对自己也适用。这样是不是显得太自以为是了呢？而那些执着于心理动力学的治疗师们，在面对痛苦的患者时，总是去挖掘他们的过去，认为只有剖析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就像在别人的伤口上不断撒盐一样，同时还告诉患者要直面过去的创伤。然而，全世界无数哲学传统早已告诉我们，答案就藏在当下。无论是佛陀、老子、亚里士多德还是耶稣，他们都没有强调童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而是一再主张我们生活在每一个当下一系列选择中，甚至几百年前的黑格尔、科尔凯、古尔和威廉、詹姆斯也没有死咬着童年不放。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如果那些昂贵的治疗方法真能带来神奇效果，我们大概会对痛苦源于童年的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实并非如此，幸福指数显示，许多心理治疗师的主要服务对象生活也并非尽如人意。这些观点很难让心理治疗师们接受。直到艾比·盖施里尔在2024年出版了《坏疗法》书中指出，治疗文化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有害甚至毒性的影响，留给了我们一个问题：过分关注过去，尤其是那种老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动力疗法，对孩子们真的好吗？施里尔并非否定孩子与大人聊天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如果这种方法成为常规操作，风险真的不小。孩子们比大人更容易被某种情绪锁定，如果总是盯着那些难受的不放，这些情绪往往只会越演越烈，而不会自动消散。很多儿童心理治疗鼓励孩子不断关注自己的痛苦，试图让这些难忘的经历凭空消失。根据很多心理治疗师的经验和研究，孩子很容易与负面情绪认同，结果一头扎进越来越深的痛苦之中，再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叛逆，很容易就走入某个极端。当然，对于社交焦虑、恐惧症和惊恐发作等情况，采用一些直接有效的技巧是有用。如今所谓的认知行为疗法 CEBT 中的那些方法，很多都取材于佛教、斯多葛学派和一些传统智慧，目的就是在我们陷入无谓的思维死角时，给大脑一个及时刹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去深入挖掘那些痛苦的经历？这样反而可能打断他们天生的心理复原力，剥夺了发现生活美好的自然过程。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学校里的心理疗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更大的文化潮流，这种潮流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寓理念中。如今大家似乎都信奉唯感觉论，仿佛一切都必须围绕感觉打转，但事实上，感觉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模糊且短暂的捕捉。为人父母的真正任务，不就在于搭建脚手架，引导孩子逐步培养执行功能，从而形成成熟的情感和智力吗？这就要求我们教孩子明白，感觉并不总等同于真相，学不会放下，就容易被情绪绑架，就跟很多拥有强迫症的人一样，一不合自己的心意，情绪就容易失控。比如当小孩子发脾气时，我们不能一味的迁就和奖励，而是要帮助他们学会调节情绪。小时候，如果家长总鼓励孩子深入探究自己的愤怒，而不是学会放下，结果就是长大后越来越难控制情绪，经常冲着其他人发脾气。于是父母找来了一位资历深厚的治疗师寻求帮助。那位治疗师建议让家长陪着孩子，让他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感受。但问题是，这个孩子所谓的表达感受往往就是发脾气而已，事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在学校也开始惹是生非。后来治疗师又提出用创伤知情的方法来处理，理由是小时候失去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家庭成员，比如婆婆或者爷爷离世。治疗师把这件事视作他情绪问题的根源，认为当时孩子的愤怒是合理的，需要自由的宣泄。所谓的创伤知情行为管理，就是要在孩子情绪爆发时确保他感到安全，问问他需要什么，然后给予关爱，再通过他喜欢的活动，比如打游戏，来重建连接。接下来家长和学校不断地问孩子感觉怎么样，学校甚至安排专人，只要他在课堂上捣乱，就立即过去陪他玩，好让他感受到情绪安全，以期望他的行为能有所改善。大家觉得这样的结果如何？之后孩子的妈妈哭着说屁用没有，而且还被学校开除了，现在连去上学都不愿意去。这一切不仅反映了个案问题，更折射出当下文化中对过去和感觉的过分依赖，而忽略了当下真实的力量。这些可不是那种瞎猫碰死耗子式的野路子理论。关于依恋和创伤的心理学文献汗牛充栋，绝大多数都是主流观点。
这是许多学校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强制要求学习的东西。可问题是，这些方法有用吗？就拿上面那个孩子来说，他从小就被鼓励认同自己的愤怒，深入体验愤怒，而不是学着放下。结果如何？他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一个在课堂上大发脾气，甚至搞暴力的孩子，仿佛这样就能免费逃避学习。最终，尽管孩子的父母用心良苦，他却渐渐远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因为那种治疗式的纠缠他情绪的做法，反而让他学不会融入社会必须的基本社交规则。更糟糕的是，儿童心理治疗的核心，帮助孩子探索困难的情绪，现在看起来反而成了弄巧成拙，带来医源性损害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家长或者从更宏观的层面改善孩子周围的环境，是不是更有用呢？谈到西方的道德观，它们源自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美德、谦逊和批判性思维，构成了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但如今这种理念似乎越来越失衡，原本用于为他人着想的美德和谦逊，逐渐扭曲成让患者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治疗师则自封为救世英雄。而所谓的批判性思考也变成了压制意义的工具。任何质疑现有治疗方法或意识形态教条的人都会立即遭到晋升。我们都喜欢自诩是批判性思考者，但这种批判似乎从未真正质疑一个事实：大约有10%的患者在开始治疗后病情反而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治疗不仅无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要求你必须认真倾听那些转瞬即逝、主观的恼怒和委屈，甚至把它们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那在日常交往中，那些鸡毛蒜皮的不快，怎么可能轻松放下呢？甚至有的人对你说，你的人际关系搞不好，正是因为你小时候父母没能全身心投入，没能满足你的需求。这样一来，你很可能觉得这一切都是父母的错，殊不知你最需要的可能正是一条牢固的家庭纽带。美国如今超过1/4的人与家里断绝关系，但统计显示，大多数老死不相往来，并非全因我们想象中的害人虐待所致。你想想，要是我们只吹嘘好的一面，从不提及其阴暗面，结果会怎样？心理领域把弗洛伊德和荣格捧上了天，认为阴影理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却偏偏对自身最大的阴影视而不见。我们时常在帮倒忙，比如斯里兰卡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内战或海啸对自身构成了什么创伤。2004年海啸后，一大批创伤咨询师蜂拥而至，结果科伦坡大学急忙出面制止，恳请他们不要再把痛苦说成是创伤，因为那样只会打击斯里兰卡人民的心理复原力。讽刺的是，斯里兰卡人根本不信创伤福音，但在2023年世界精神状态报告中的幸福指数仍然高居榜首。很多其他文化中几乎没人认为倒霉事会在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让世界观永远被玷污。坏事本来就够糟糕了，何必雪上加霜，宣称创伤会锁在身体里，永远无法逃脱，不断告诉人们他们这一生已被人害惨，只会激起怨恨，破坏人际关系。如果你兜售这种故事，或者全盘接受这套理论，你不妨仔细看看这些理论的科学依据到底有多靠不住。心理治疗这行嘴上天天喊着要文化胜任力，要学习其他思维方式，但实际上却鲜有真正在行动上践行。关于痛苦的本质，我们或许该好好学习非西方文化的观点，活在当下，在当下受苦，也在当下疗愈。如果把心理治疗常态化，认为遇到点事就去找心理医生，这会不会有点危险？心理治疗毕竟只是一种转社会关系，一种不对等的友谊。实际上，心理治疗师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点像性工作者，这种关系虽然存在，但完全是为别人服务的。付费和严格的界限规则把这段关系牢牢捆绑在患者一边，因为他们花钱买了这种对等的体验。在理想状态下，完美的人生中本来就不该需要性工作者或心理治疗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良好和谐的亲密关系。但现实中这种美好并非标配，
所以心理治疗师和性工作者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一空缺，提供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体验，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他人，然后走出诊所，融入真实世界，寻找更好、更真实的关系。但这其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旦心理治疗关系反过来主导了真实的人际互动，鼓励人们遇到问题就去找心理医生，而不是试着与家人、朋友推心置腹的沟通，那真实的人际关系就会被边缘化。毕竟真正的人际关系是在磕磕绊绊的对话中不断磨练升级的，而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讨论那些台面下的敏感话题中实现的。心理治疗这个避风港不应将我们与真实的人际关系隔离开，它应当只是一个孵化器，偶尔帮我们热身、理清思路、解决问题后，最终将服务对象送回真实的社交世界。打个比方，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不应该取代那些不给力的伴侣，而应像一位思想开放的服务者，展示各种花式操作，启发他们改善现实中的婚姻关系。但这里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如何将这种新思路付诸实践？当一个开始自我怀疑的心理医生，还能继续当心理治疗师吗？这个问题似乎很广泛，它适用于各个职业。有一位老师，他发现课本或者一些知识有问题，他还会继续给学生授课吗？或者会尝试改变那些不对劲的地方？这些都有可能，但至少当他再涉及到有问题的地方时，会慎重考虑。也可能会改变自己之前的教学理念什么的。我们从西方思想转移到其他地方，看看那些能经久不衰、跨越文化的思想。之所以能这样，肯定是因为它们有价值。就说佛教吧，它对正念有很多深刻的见解，特别是八正道中提到的正精进、正业、正语。如果将它比作人生的指南针，它总能在迷雾中指明方向。比如说，当有人感到人生的挫败时，正语就像是一种提醒，教会我们如何用言语构建正面的关系，而不是陷入埋怨和指责。再比如，尼采对意志和选择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操纵感，让我们在困境中拥有转向的自由。他的哲学就像灯箱用的兵符，在最困难的地方帮我们找到支点。而苏格拉底的诘问式对话，则像一面探照灯，照亮了那些我们从未仔细思考过的问题，帮助我们理清思绪。心理治疗的真正力量在于帮助患者对抗怨恨，怨恨就像心灵的隐形病毒，会慢慢侵蚀我们的幸福感。而痛苦本身并不可怕，正如一场意外的小雨淋湿了你的衣服。但如果这就开始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本不该被淋湿，痛苦便会转化为一场洪灾，彻底将我们淹没。比如说，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利受到所有人的认可，哪怕只是听到一句无心的批评，也可能会觉得格外受伤。怨恨的滋生往往来源于这些安太头们，也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得的一切。不过怨恨是可以被宽恕与感恩解读的。想一下，宽恕就像一个止痛贴，它能缓解怨恨给你带来的精神折磨，而感恩则是让我们重新聚焦生活中的美好，就像破晓时分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长期压在心头的阴霾。具体来说，当我们感谢一个朋友的关怀，或欣赏身边的一抹绿意时，就在无形中培养了一种更积极的心理状态。小事积累多了，便能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应对更大的挑战。不过在这场治疗对话中，来访者才是真正的主角。治疗的核心是一场关于他人人生的探讨，探讨他们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让这些意义在生活中得以体现。这不仅是一个庆祝美好生活的空间，也是一个直面人生不如意的地方。但最关键的是，它是一个聚焦于当下和未来的时刻，帮助来访者明确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并找出克服障碍的方法。在我看来，我们的伦理观最终扎根于美学之上，那些让我们觉得优雅或得体的东西，往往先是在美学层面让我们感到舒适，然后才会披上伦理道德的外衣，看起来更加崇高。说白了，这种转变就像给美感加了一层道德的光环。至于什么隐秘的母性依恋，或者奇奇怪怪的反移情之类的理论，
我只能说这些东西都太玄乎了，不如就此作罢。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人观点，并不是某种理论的信徒，也不声称这些理念这是绝对真理。它的力量在于其简单和开放，让人们不用被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绑架。